脖子和腋下的小肉粒是什么？能用手揪掉吗？看完要记清楚。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会不经意间发现，自己的脖颈处或腋下长出了些许小肉粒。这些小肉粒虽然看起来微不足道，而且也不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造成实质性的困扰，但实在是影响美观。更重要的是，我们往往对这些小肉粒的出现原因知之甚少，不清楚是身体的何种变化导致了它们的产生，更无法确定这是否是某种潜在疾病的信号，或者是说是源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某些不健康的行为所引发的结果。因此，今天就让我们深入关于这些小肉粒的详细信息，通过了解它们的成因、性质以及可能带来的影响，我们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身体的变化，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加以预防。一、小肉粒究竟是什么？一、皮赘。皮赘又叫做皮肚软纤维瘤，从遗传学层面来看的话，该疾病属于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疾病。皮赘的形成主要归咎于表皮层细胞的过度角化现象，以及真皮结缔组织内发生的异常增生过程。尽管皮赘并不会对个体的健康状态造成实质性影响，但由于其外观上的显著变化，往往会对个体的美观形象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同时，皮赘也被视作一种较为普遍的小肉粒类型，其存在往往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外形烦恼。二、脂肪粒。皮肤的自然老化过程或肌肤新陈代谢速度过慢，往往会使我们的眼周或者眼角部位长出脂肪粒。根据相关资料显示，除了眼部长脂肪粒外，脖颈部位也可能出现由脂肪粒形成的小肉揪。脂肪粒所引起的小肉粒对于人体健康本身也没有显著影响，就像眼周的脂肪粒一样，只会在外形上带来影响。三、淋巴结肿大。还有一种小肉粒也不会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实质性影响。这种类型的小肉粒往往出现在那些饮食习惯不佳的人群中，特别是那些经常摄入辛辣或油腻食物的人。该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往往会导致淋巴结出现肿大的情况，进而在脖颈部位形成小肉粒。虽然这些小肉粒通常不会对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但仍需注意调整饮食习惯，以免长期下来对身体产生不良影响。四、神经性皮炎。在多数情况下，神经性皮炎也可能会诱发脖子上生长小肉粒的现象。在疾病早期阶段，这种皮炎常常与各类皮肤敏感性疾病相伴而生，进而引发皮肤产生强烈的瘙痒感或疼痛感。随着病情的发展，一旦达到严重程度，脖子上就会出现生长小肉粒的情况。这些小肉粒的出现不仅影响皮肤的外观，还可能给患者带来些许的心理压力，因此需要及时进行诊断与治疗。五、疣。疣是由 HPV 人类乳头状瘤病毒引起的良性赘生物，常常有丝状疣、寻常疣、扁平疣、尖锐湿疣等多种。值得注意的是，该病症可通过接触感染，所以也给很多患有疣的患者带来了生活上的不便。疣的出现与形成一般会经历一个过程，例如刚开始还是针尖大的丘疹，随后会随时间渐渐变大，表面粗糙，呈灰黄或乌褐色。起初仅为一个，后续可能还会继续扩大到数个，一般情况下还会伴随有压痛。不过该类病症一般可以自行消退，一般情况下并不会继续恶化。除此以外，丝状疣与指状疣常常最难以琢磨，该两种表现形式也是寻常疣中的特殊存在。丝状疣大多会出现在脸部以经脖颈处，多为单个细软的丝状突出，而指状疣则会升起一簇指状突起，而这其实都是疣的一种，都可在后续的过程中自行愈合。二、小肉揪能自行揪掉吗？尽管网络上充斥着大量网友分享的处理小肉粒的经验和做法，如直接用手拽掉、用线系住后摘除，或是使用剪刀剪除等，但其实并不推荐大家轻易尝试这些方法。这主要是因为每个人身上出现小肉粒的原因可能不一样，因此无法简单的采用同一种方法去除。以用线锯掉为例，这种方法通常只适用于那些只有少量皮肤蒂与正常皮肤相连接的小肉粒，如果情况较为复杂，或是处理不当，可能会导致感染、出血或其他并发症。所以一般情况下并不建议大家按照网络上的方法自行处理。
毕竟我们没法判断我们身上的小肉粒究竟是因为什么因素引起的，而且自行处理后，创口失去了皮肤的保护，处于裸露状态。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不加以注意的话，会使其受到感染的风险提高，不仅会影响恢复，还可能会导致其肿胀疼痛，甚至出现破溃、流脓等加重情况。所以，对于皮肤上出现的小肉粒，如果不确定产生的因素的话，还是建议前往医院皮肤科就诊。医生会通过相关检查确定具体的病因，并采取相应的更为科学的治疗方法。例如，如果小肉丁是由软纤维瘤引起的，可采用激光、冷冻等治疗方法进行去除；而若是丝状瘤所致，则可选择激光或者电灼等方法进行治疗。通过专业医生的诊断与有效治疗，不仅能够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还能显著降低感染的风险，保障我们的皮肤健康。3. 哪些人更容易长小肉粒？一、肥胖人群。一般的小肉粒会产生在皮肤比较松弛或流汗比较多的部位，例如脖颈处或者腋下等部位。一般可能是由于皮肤受到长期摩擦或刺激引起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发现似乎肥胖个体更容易长小肉粒，那是因为一般肥胖人群通常都会面临皮肤松弛的困扰，而且据相关研究表明，肥胖人群一般会更容易出汗，腋下部位皮肤之间的摩擦会更为明显。所以，一般来讲，肥胖人群长小肉粒的几率会远远大于正常体重的人群中。2. 中老年群体。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新陈代谢速率逐渐放缓，皮肤中的胶原蛋白也相应减少，这导致中老年群体的皮肤会变得更加松弛，加大了长小肉粒的可能性。而且，中老年人群体的免疫力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降低，长小肉粒的风险进一步被扩大。3. 家族中存在该病史的人群。正如此前所讲，该类疾病属于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所以其发生和发展与家庭因素密切相关。只要家庭中有人出现了该类疾病，就证明该家庭有人携带该病的显性基因，那么后续的家族成员患该疾病的几率大大增加。因此，在很多情况下，长出的小肉粒并不一定说明是我们自身的身体状况出现了问题。毕竟家族基因也是决定着我们是否会长小肉粒的关键因素。4. 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群。不良的生活习惯，如缺乏运动、熬夜等行为，可能导致身体代谢功能降低，同时也会导致人体内分泌紊乱，从而影响皮肤的健康状态。例如，脂肪粒的形成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代谢异常引起的。此外，不健康的饮食也会加大长小肉粒的几率大。比如说，油腻、辛辣的食物的过多摄入可能会引起淋巴结肿大，进而引起脖颈上长出小肉粒。不过，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并没有那么明显，所以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会选择性的忽视，这才加大了小肉粒的生成几率。4. 如何防止身体长出小肉粒？为了避免小肉粒的产生，我们可以从多个层面着手进行预防和关注。1. 保持皮肤的定期清洁。我们应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勤于洗澡并经常更换清洁的衣物。日常运动或者出汗之后及时清洗擦拭，减少汗渍或污渍对皮肤的刺激。皮肤的及时清洁与保养还能保持皮肤紧致，避免皮肤过早的松弛，从而减少小肉粒的生长所需的条件。2. 定期进行体检。通过体检，我们可以及时了解身体的潜在问题，特别是对于女性而言，预防人乳头瘤病毒 HPV 感染显得尤为重要，因为 HPV 可引起多种疣的产生，及时发现并加以干预能大大减少疣的产生。同时，定期检查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内分泌以及皮肤状态等。我们可以提早进行调整日常生活饮食与作息，降低小肉粒产生的几率。3.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饮食的清淡健康，如新鲜的蔬菜、水果和全谷类食物，尽量避免摄入高油腻、高脂肪和辛辣刺激性的食物，以减少对皮肤的不良刺激和负担，并避免引起淋巴结的肿大。总结，防止身体长出小肉粒，保持良好的心态和情绪状态同样不可忽视。过度的压力、焦虑和紧张可能会导致身体内分泌失调，进而增加小肉粒产生的风险。
因此，我们应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情，这对于预防小肉粒的形成也是大有裨益的。总之，小肉粒虽然不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太大影响，但也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关注。